大家好，上部影片种完蒜头之后呢，又在防狗网的另一侧种植蒜花。眼前这是软梗蒜头所开的花。软梗蒜头主要是拿来种植大蒜使用啊，但是一样呢，也是可以等它长成蒜头才进行采收啦。但个人感觉呢，软梗蒜头的蒜瓣会比较小啊。硬梗的蒜头如果长得好，蒜瓣可以跟拇指一样大了。这种如果拿来种蒜头呢，家里是会嫌很浪费啦。其他的差别则是软梗会开花，而硬梗蒜头味道会比较重啊。现在利用软梗蒜头开出的花进行种植呢，并不是要种植大蒜或是蒜头啊。特殊的用途却是要种植明年用的蒜种，这跟自然农法中利用环境反复淬炼下呢，滤出明年更好的蒜种概念很像啊。而如果拿来当蒜头种植会怎样？答案是蒜花种出的蒜头会很小啊。把蒜花种出的蒜头再拿来当成蒜种种植后呢，就又变成大颗的蒜头了，有点神奇的答案就是啊，在细问该如何种植蒜花时呢，得到的答案说是跟空心菜一样啊，撒种下去后不需要再覆盖稻草啊，应该就是很简单跟随性就可以了。至于需要附土佛呢，说只要用耙子耙均匀就可以了。看来跟我种空心菜的方式有点不同哈。由于这蒜花上种子呢，或说是小蒜头呢，相较于空心菜种子算是大非常多了。因此，耙完土壤进行浇水后，需要将浮在土壤表面按下去土里啦。由于种子比较大颗，担心的话呢，就可以从上方再撒上一层土壤，这样会比较简单啦。进行覆土后，不用再进行浇水啊，让干的土壤自行吸附水分就可以了。而一旁又多种植的蒜头哈，这一组菜床与虹吸吸水处呢，算是种植与修整一起完成啊。接下来再继续处理上一部影片的环境后续修整前呢，先到后院进行迷你娃娃菜育种啊。在育苗前呢，用掉了日前整理出的一大包腐殖土。腐殖土的气色呢，让这区的土壤生色不少啊。先将这被狗蹂躏过的芦笋新区进行补土啊。不急着补苗的原因是觉得天气开始转凉了啊，空间先拿来做育苗使用，效率更好啊。由于娃娃菜的种子算是比较小颗哈，只需要覆盖上薄土、浇水，等待长出幼苗就可以了。因为一旁就有与外面河道连接的水槽啊，拿来育苗会更为方便啊。而这水槽平时的水会有两种颜色啦。当抽水站抽取地下水时，水就会非常清澈啦。若是单纯浊水溪的水，就会是浑浊的样子。这需要虹吸到封闭的空间沉淀后，水才会转清啊。而到处有水可取用的便利呢，则是自己慢慢把它们连接起来哈。做完取水措施之后呢，就可以有更多的变化与效率了。而这灌溉河道相对于前院的环绕水池呢，更像是护城河哈，就环绕着墙外流动。这里就是环绕水池，利用水管虹吸进水的位置啊，此处一周则有4天水流至少有这样的水准啊。在水流小的时候，已经先用石头压住杂草抑制洗啊，让水流帮忙自动冲洗过一遍啊。现在水流比较大，就要自己下河清洗会比较方便啊。
会特别拍摄这里，也是顺道呈现一下进水处啦。这水非常冰凉，天气热的时候呢，Goffy 一放风就会下去泡好几次水啊。这样清洗的样子呢，可能会勾起不少人的回忆啊。毕竟频道里长者很多啊，不知是否会勾起当年河边洗衣服的回忆啊。就麻烦顺道看一下哈，有没有大颗的桃子流过去，不然就错过了桃太郎诞生的机会了。清洗完毕之后，只需要简单几分钟的曝晒，易制洗本身不吸水，很快就会干了。从这刚好可以量测院子的长度哈，大概跟下方田的长度差不多了。而这遇到下雨时呢，后院子跟房子的雨水都会一起下田了。在现在急降雨的趋势下呢，只要一下雨环绕水池就像漏斗的下方上方多处接水，不用5分钟就满了。虽然雨水可以再排到下方的田里但是雨水一多，杂草就会失控了。杂草易制洗重新铺设回沟槽后呢，因为菜床做了改向变得无法服帖了。很在意的话，就可以剪短拿去别处使用。而天气变化真的很大突然又变成大日照了，堆草槽里的杂草体积一下就缩小了不少了。现在这位置可用的材料大都已经露出来了，一边进行修整，就可以顺道思考一下该如何利用。而这个位置的地下有个特别设施下方有2根大水管，是分别连接后院跟巷子，还有前院屋顶与院子的排水此处剩下的杂草就以咸丰草为主了。咸丰草清理时，只要采用分段处理，就会非常容易上方有花的部位呢，先抓取割断最后才处理底根的位置就不会全身沾黏的都是鬼针花了。突破了缺口进行拍摄时呢，才发现隔壁小黑不知何时又跑来睡觉了。直接睡在床铺上的杂草易制洗上这样静静的在那边睡觉，会算不乖吗？谢谢收看。在睡觉，睡觉。